随着年纪渐长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参加丧礼的次数，渐渐比参加婚礼的次数还要多了？看着身边熟悉的亲友一个个离开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知不觉长出了白发，我们的心里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与恐慌。我们害怕老去，更害怕死亡。你有没有发现另一个现象？我们走在街头巷尾，偶尔会看到路边搭起大大的黄色棚子，花车的音乐震天响，请来的阵头哭得撕心裂肺。可是如果你往棚子里面看，有时候却会发现穿着丧服的家属私底下正为了奠仪怎么分，遗产怎么拿，吵得不可开交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喧闹无比的仪式办得风风光光，到底是在安抚躺在里面的亡者，还是做给外面的活人看的？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个人都逃不掉的功课。一个生命从诞生开始，就注定会走向死亡，区别只在于时间的长短。但面对生命的终点，我们真的做对了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执念。自古以来，我们常听老一辈的人说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。在传统的观念里，人走的时候一定要留个全尸。古人认为，人往生后会去到另一个世界，如果身体不完整，到了那边就会受苦。所以在古代的刑罚里，死无全尸是最严重、最让人害怕的惩罚。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呢？因为我们习惯把这个肉体当成了真正的自己，我们每天给他穿好衣服，给他吃好吃的，他生病了我们就痛苦，他老了我们就焦虑。我们以为只要保护好这具躯壳，我们就能永远存在。但是时代在变，现在大家多半都接受了火葬。你可能会觉得火葬是为了节约土地，是现代社会才有的规定，但其实在我们佛教里，火化也就是我们说的涂皮，早就存在了几千年。你可能会问，佛教不是讲究慈悲为怀吗？把人的肉身放到几千度的大火里烧成灰，这样难道不残忍吗？亡者难道不会痛吗？印光大师曾经开示过，自从佛法传入中土，修行高深的僧人大多都是采用火化的方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法认为，人在往生之后最怕的就是神识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灵魂，还贪着这个身体。什么叫贪着？就是舍不得，放不下。灵魂如果还觉得这个肉体是我，就会一直在遗体旁边徘徊，看着自己的身体慢慢腐坏，心里充满痛苦，甚至因为执着这个皮囊而无法解脱，没办法去到更好的地方，所以用一把火把这个肉身烧了。这把火烧掉的不是生命，而是执念。当熊熊烈火燃起，看着肉身化为灰烬，神识就会在一瞬间恍然大悟，啊，原来这个躯壳已经不是我了，原来世间的一切都是带不走的。这一刻他就不再眷恋，这才叫做真正的四大皆空。佛家常说，人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组成的，骨头肌肉是地，血液汗水是水，体温是火，呼吸是风。当我们寿命尽了，这四大元素就要各自解散，回归大自然。这就像是我们去外地旅游，租了一间民宿，租约到期了，我们要把钥匙还给房东，提着行李离开。你总不能因为在这间民宿里住了几天，就哭着喊着说这栋房子是你的，死活不肯走吧。我们的肉身就是这间暂时借住的民宿，灵魂才是那个无形的旅客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讲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。在我们熟悉的一个老社区里，有一位吃斋念佛多年的老菩萨，我们就叫他林阿嬷吧。
林阿嬷这辈子过得非常简朴，平常都在庙里做志工，帮忙挑菜、洗碗，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。她生前早就把生死看得很淡，常常跟身边的师兄姐说：“我走的时候千万不要铺张，把我烧一烧，骨灰撒在树下做树葬就好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不要给年轻人添麻烦。”后来林阿嬷安详地圆寂了，可是她的3个孩子却完全没有照着她的遗愿去做。大儿子说：“我是长子，我妈走得这么寒酸，亲戚朋友来上香，我的面子要往哪里摆？”二女儿说：“对呀，听说现在有一种豪华的灵骨塔，一个塔位要上100万，风水特别好。”小儿子更夸张，特地花大钱请了风水先，拿着罗盘在灵堂前面比划，硬是说林阿嬷的骨灰坛一定要朝向某个特定的方位，不然家里会出大事。他指着哥哥的鼻子大骂，说哥哥就是想省钱才要把妈妈草草安葬。哥哥也不甘示弱，反呛弟弟平时不见人影，现在才来装孝子。灵堂里长明灯的火光摇曳着，林阿嬷遗照上的笑容依然慈祥，可是她的灵前却充斥着孩子们贪婪与虚荣的嘴脸。各位朋友，你听了这个故事，心里有什么感觉？林阿嬷生前修得那么好，早就不执着这个皮囊了，可是她的孩子们却把对金钱的渴望、对未来的恐惧全部寄托在一坛骨灰上。他们真的哪里是对母亲的孝心？他们真的全是自己的面子和利益。《金刚经》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，叫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一切，不管是漂亮的衣服、豪华的房子，还是我们这具会老、会生病、会死去的肉身，都像是一场梦，像是一个水泡，早晚都会破灭，都是留不住的假象。享受的时候，我们只是暂时借用这个身体来体会因果，来修我们的福田。当我们寿命尽了，这个没有用的躯壳就当作灰烬还给苍天。很多做子女的会为了选择哪种安葬方式而焦虑，甚至觉得如果不买最好的棺木，不选最好的风水，就是对长辈不敬。但其实这都是活人的执念。人往生之后，灵魂脱离了躯体，早就失去了知觉。你把它埋在土里，或是用火把它烧了，对亡者来说根本没有差别。当我们看透了这一点，你就会明白，真正的孝顺绝对不是在长辈走后花大钱买一个冷冰冰的豪华塔位。真正的孝顺是他在世的时候，你愿意多花5分钟陪他吃一顿热腾腾的饭，听他唠叨几句。不要把孝心变成了一场做给别人看的表演，不要让亲人的骨灰变成你求财求福的筹码。放下对外在形式的执着，我们才能真正让生者安心，让亡者放下。聊完了火葬与土葬，我们再来聊聊丧礼上另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画面。我们常常看到，在办丧事的时候，家属会烧好多的纸扎。以前的人顶多烧个纸房子、纸人，现在时代进步了，烧的东西也跟着升级了，有纸扎的豪华洋楼、100万名车、最新的智慧型手机，甚至还有纸扎的专属司机跟外籍看护。家属一边烧，心里一边默默地念：爸妈，这些都烧给您，您在下面要好好享用，不要省。这份孝心看了真的让人很感动。可是你有没有静下心来想过一个问题？我们烧的这些东西，逝去的亲人，他们真的收得到吗？他们在那个世界真的能开着100万名车，住着豪华洋楼吗？试想一下，如果在阴曹地府真的需要用这些纸糊的东西，
那穷人家买不起纸扎，他们的亲人到了下面难道就要流落街头吗？那有钱人烧了几百亿的冥纸，阴间的经济体系岂不是早就因为通货膨胀而崩溃了？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不通的。佛教讲究的是业力牵引，一个人在生前做了多少善事，多少恶事，这些业力就像是一个无形的磁铁，会自动把它吸到对应的时空和境界去。从佛学的角度来看，人离世之后，灵魂也就是神识脱离了肉身。我们常说，人往生后的24小时内，神识会慢慢离开。一旦神识离开了，肉身就失去了知觉，而灵魂也会根据他生前种下的业力，去往他该去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六道轮回。他可能去到了更好的境界，也可能又投胎转世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亲人已经转世投胎，去过新的人生了，那你烧给他的那些别墅、跑车，他又要怎么签收呢？其实，把这些纸扎的屋子、车子烧到阴曹地府，说是给亡者住，给亡者差遣，这更多的是我们活着的人对逝去亲人的一种追思，一种供养的心意表达。生者希望亡者在另一个世界能过得好，能享用这些东西。但说句透彻的话，这其实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传递和自我安慰。在那个没有形体的空间里，灵魂是不需要，也无法享用这些物质的。我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传统菜市场里的故事。市场里有一位卖菜的阿旺伯，他卖了一辈子的菜，每天清晨3、4点就起床批货。阿旺伯对自己非常抠门，身上的汗衫破了洞也舍不得丢。每天中午就吃一碗白粥配一点腌瓜。他为什么这么省？因为他要把每一分钱都存下来，给在都市里上班的独生子买房子，缴头期款。可是他的儿子呢？平时连一通电话都很少打回来，只有在缺钱的时候才会想到老爸爸。阿旺伯生病了，打电话给儿子说身体不舒服，儿子总是匆匆忙忙地说：“我工作很忙啦，你自己去看医生，没事我先挂了。”后来阿旺伯倒下了，在医院里孤零零地走了。这个时候，那个很忙的儿子终于出现了。他在阿旺伯的丧礼上哭得比谁都大声。他花了好几十万，请人定做了一栋3层楼高的纸扎别墅，里面有纸扎的管家、纸扎的按摩椅，甚至还烧了一整叠的冥纸。他在火盆前痛哭流涕地喊着：“阿爸，这栋别墅烧给你，你生前没有享到的福，到下面好好享受。”旁边卖菜的邻居们看了，都在心里暗暗摇头。大家心里想的都是同一句台语老话：生前一粒豆，卡银死后拜猪头。等到告别式结束，大伙把那栋纸扎别墅和纸糊的管家烧成灰烬的时候，那个儿子跪在火盆前，突然整个人瘫软下来。因为在那一刻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不管火烧得多旺，不管纸灰飞得多高，他那个一辈子节俭的父亲再也回不来了。他永远失去了那个可以叫一声阿爸的机会。他烧的那些东西，与其说是给父亲的，不如说是为了堵住亲戚邻居的嘴，更是为了麻痹自己那颗早就千疮百孔的良心。各位朋友，我不忍心去苛责这个儿子，因为我知道他烧的不是别墅，他烧的是自己内心深深的愧疚和遗憾。他想用这些纸糊的奢侈品来弥补他生前没有尽到的孝道，可是来不及了呀。阿旺伯生前最想要的从来就不是什么3层楼的别墅，也不是什么百万名车，他最想要的只是儿子能拨出10分钟，陪他坐在旧沙发上吃一顿热腾腾的便饭，只是儿子能打通电话问一句：“阿爸，你今天会不会累？
如果亲人已经离开了，我们真的想为他们做点什么。佛教教我们的方法不是烧纸钱，而是回向。什么是回向？就是你用亡者的名义去做一些真正利益社会的善事。比如你可以去孤儿院捐一点米，你可以去医院做一天志工，甚至你只是安安静静的在家里为他念一部经，念10000声阿弥陀佛。你把这些做善事的功德回向给逝去的亲人，这才是阴阳两界通用的真正货币。这股善念的光芒能照亮亡者前行的路，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平静与提升。佛教里常说因果，其实亲情也是因果。父母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种下陪伴与关怀的因，未来我们的心里就会结出无憾与平静的果。很多为人子女的，总是为了父母往生后的安葬方式、法会排场而担忧，生怕做少了一点就是不孝。但其实，为人子女最重要的是在父母生前尽到奉养、孝顺的责任。不要等到亲人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，才想起来要对他好。不要把我们对亲人的爱寄托在那些寄不到的阴曹地府快递上。把握当下，趁着父母还健在，多说一句温暖的话，多给一个拥抱。这份实实在在的温暖，比往生后烧掉一整座金山银山还要珍贵10000倍。说完了身后事，我们把目光收回到活着的当下。很多人在面对生活的不如意，或是遇到生老病死的难关时，心里总会冒出一个大问号。人的命运难道在出生的那一刹那就已经被老天爷注定了吗？神明真的能帮我们改运吗？听着算命仙看着你的生辰八字，铁口直断地说你哪一年会发大财，哪一年有劫数。听完之后，好的你就满心欢喜，坏的你就心惊胆战，甚至花大钱去消灾解厄。命运真的是这样一套死板板的公式吗？如果命运真的是写好的剧本，连哪天出门跌倒，哪天赚钱都规定得死死的，那我们每天这么努力生活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们干脆天天躺在家里，等天上掉馅饼，或者等着结束来临就好了。但实际上，命运从来不是一条直线，它是一张充满了无数个岔路口的网。佛家讲因果，老子说自然命运，确实就像是每个人一生的一张蓝图，里面包含了你这辈子可能会经历的喜怒哀乐。但是这张蓝图只是一个草稿，真正拿着笔决定要怎么画下去的人是你自己。很多朋友会问，那法师、算命仙或是神佛可以帮我改变命运吗？答案是不可能。神明要帮你改运，也是要你先去做善事，去积功德，然后用你自己的功德来弥补你命里的缺失。如果有人打着花钱就能消除业障，买个法器就能改变因果的招牌，替人祭改、补财库，试图改变因果循环的轨迹，你不妨冷静下来想一想，如果因果业障是可以靠花钱请法师做法就能抵消的，那阴曹地府的阎罗王在做什么呢？如果生死簿上的劫数可以靠烧几叠纸钱做法会就能篡改，那这个世界早就大乱了。有钱人永远不会生病，作恶多端的人只要花钱就能长命百岁，这还有天理吗？我来讲一个我们身边常常听到的真实故事。有一位非常疼爱孙子跟儿子的陈阿嬷，有一年他跑去算命，算命仙眉头一皱，告诉他，阿嬷，你儿子今年流年不利，命中带车官，而且还会大破财窝。陈阿嬷一听，吓得整整好几天睡不着觉。他二话不说，领出了自己辛苦存下来的老人年金，到处去大庙小庙点灯做法事。他甚至听信别人的推销，花了几万块，
买了一串据说经过高僧加持的开运水晶手珠，逼着儿子天天戴在手上。阿嬷觉得钱花了，法事做了，神明一定会保佑儿子平平安安。可是他这个儿子平常在做什么呢？他成天游手好闲，不出去找正经工作，晚上就跟朋友打牌打到天亮。最糟糕的是，他还有几次喝了酒，硬要自己骑车回家。结果有一天半夜，儿子酒驾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，不但人受了重伤进了医院，还要赔偿破坏公物的巨额罚款。陈阿嬷哭着去问算命仙，不是已经祭改了吗？不是带了水晶吗？怎么还是出事了？各位朋友，你觉得这场车祸是因为阿嬷的法事做得不够多，还是因为八字注定他躲不过？都不是，这场车祸是他自己种下的因结出的果。天天熬夜打牌，精神本来就不好，喝了酒还骑车，这就是把自己往死里送。就算身上挂满了平安符，神明也拉不住一个自己非要往悬崖下跳的人啊！这就是佛家说的因果路，是自己走出来的。面前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大海，你再往前走一步，就会落海溺水。这时候，只有你自己决定转弯、改道，你才能活下来。神佛能做的是站在旁边提醒你前面是海，危险，但真正要停下脚步，转身回头的，只能是你自己。佛教里有一个词叫做相由心生，命由己造。算命仙能算出来的，只是你过去世种下的因，在这一辈子所形成的先天条件。这就像是你拿到了一手牌，有的人拿到了好牌，有的人拿到了烂牌。算命仙只是告诉你，你手里有什么牌，但是这把牌要怎么打，能不能把一手烂牌打出好结果，全看你现在的起心动念和行为抉择。如果你天天抱怨，处处与人结怨，那你就算手握好牌，也会被打得稀巴烂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愿意广结善缘，吃亏当作占便宜，那你就是在不知就里中帮自己化解了无数的灾厄。所以命运是可以改变的，但一切只能靠自己去改造。怎么改？很简单，从日常生活做起，多养善根，多培福德，起心动念之间多一点善意，少一点计较。当你的脾气变好了，人际关系就顺了。当你不再熬夜喝酒，身体自然就健康了。你的行为改变了，你的命运自然而然就跟着转弯了。不要把人生的主导权交给生辰八字，也不要交给算命仙，你才是你自己命运的设计师。明白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我们再来谈谈，在我们还有一口气在的今天，到底该怎么好好活着？中国传统文化里，孔老夫子曾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意思是说，如果早上能明白人生的真理，就算晚上就离开这个世界，那也没有遗憾了。我们佛教里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叫做重生不重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与其每天担心往生后会去哪里，担心往生后有没有人拜，子孙有没有帮我买好风水，不如先把全部的注意力拉回到现在。很多长辈在退休之后，生活突然失去了重心，孩子不在身边，老伴可能也先走一步了，每天看着空荡荡的房子，心里就会忍不住胡思乱想，想着自己老了没用，想着以后生病了谁来照顾，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觉得活着没意思，这就是把心迷失在了对未来的恐惧里。佛法告诉我们，过去的心已经不可得，因为它已经过去了；未来的心也不可得，因为它还没发生。我们唯一能掌握的，只有当下这一念心。当你专心在切高丽菜的时候，
切高丽菜就是修行。当你专心为花盆浇水的时候，浇水就是修行。只要你的心是安定的，在哪里都是道场。真正的修行，不是探讨往生后的世界有多玄妙，而是寻找我们活着的意义。我们要在这个无常的世界里，找到一种能让自己身心安顿、与人和平共处的方式。所以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不妨静下心来，问问自己几个问题：我们把今天的日子过好了吗？我们对待身边的家人和颜悦色了吗？我们把这颗总是为了明天担忧、为了过去后悔的躁动之心安顿好了吗？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修行不是非要跑到深山里剃度出家，修行就在我们的柴米油盐、日常起居之中。如果你觉得生活很烦躁，或者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改变，我在这里给大家3个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清单。只要每天试着做一点点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心境会完全不一样。第一个行动，指尖上的积福。我知道很多长辈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的家族群组，发长辈图，或者转传各种吃这个会致癌、那个有毒不要买的网络讯息。其实大家都是出于好意，想关心家人，但是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传出去了，反而会制造恐慌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改变一下，在群组里，我们不传会让人焦虑的讯息，我们只传递善意。你可以简单打一句：孩子们，今天天气冷，出门多穿件衣服，祝你们平安。或者干脆放下手机，走到公园散步，一边看着花草，一边在心里为家人默念一句佛号。不要小看这个动作，把散播焦虑的指尖变成传递祝福的指尖，这就是在为自己、为家人积累福报。第二个行动，止语微笑的修行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孩子多半都成家立业了。我们最常犯的毛病就是太爱操心，看到儿子还没结婚就天天催，看到女儿还没生小孩就到处求神问佛，看到孙子衣服穿少了就忍不住唠叨几句。我们要明白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过度的担忧其实是对孩子的一种诅咒，而真诚的祝福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来练习止语和微笑。面对已经成年的孩子，放下我们的控制欲。当你忍不住想要唠叨，想要干涉他们的生活时，在心里停顿3秒钟，深呼吸，给他们一个微笑就好，把担心化为默默的祝福。你会发现，你轻松了，孩子也愿意跟你亲近了。第3个行动，生前整理的断舍离。你家里是不是也有一个抽屉，塞满了舍不得丢的塑胶袋？衣柜里是不是挂着10几件已经10年没穿过，却总觉得有一天会穿到的旧衣服？佛家说4大皆空，我们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。与其把这些用不到的杂物留给子孙去烦恼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开始慢慢清理。不要觉得可惜，因为你清出的不是空间，而是未来孩子们的负担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丢掉一样用不到的东西，清理那些过期的药品、泛黄的旧毛巾、堆在角落的纸箱。每一次丢弃，你都在告诉自己，我放下了对过去的眷恋，也放下了对未来的贪求。清空外在的杂物，其实就是在清空我们内心的执念。当你的生活空间变得清爽了，你的心自然也就跟着开阔明亮起来。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聊了好多，从身后的安葬方式、烧纸扎的迷思，聊到了算命改运，最后又回到了我们每天的日常修行。说到底，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，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？老人家常说一句话，
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些无奈，但其实它蕴含着极大的智慧，也是让我们心灵解脱的最好解药。大家不妨回想一下，小婴儿刚出生的时候，是不是双手都紧紧握着拳头？因为我们来到这个娑婆世界，总觉得自己要拼命抓住些什么。我们要抓财富，抓地位，抓感情，抓别人的眼光。可是当一个人走到生命的尽头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不管他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，他的双手却总是摊开的。因为到了那一刻，你终究会彻底明白，这世间的所有东西，你一样都抓不住，一样都带不走。那些我们苦苦追寻的财产、房子，那些我们耿耿于怀的恩怨情仇，其实都只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的过程里，跟我们产生了短暂的关联，陪伴我们走过一段路而已。它们是老天爷借给我们用的，从来就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。人生就像是一趟开往终点站的单程列车，在这趟旅程中，我们会遇到很多人，有的人陪我们坐了几站就下车了，有的人陪我们走得比较远。当我们的父母、爱人、朋友到站要下车的时候，我们虽然万般不舍，但也只能挥手告别，因为他们的车票就买到这里。同样的，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听到广播，广播说我们的终点站到了。这时候我们不需要惊慌，也不需要留恋座位上的行李，因为我们心里很清楚，这趟旅程我们看过了最美的风景，体验过爱与被爱的温暖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所以荧幕前的各位朋友，请不要害怕老去，也不要恐惧无常。落叶终究会归根，这本来就是大自然最慈悲、最美丽的规律。面对生命最真实、最豁达的态度，不是去祈求长生不老，也不是去日夜忧虑往生后的归宿，而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，没有浪费时间去计较无谓的得失，我们踏踏实实地过了每一天，好好地爱了身边的人，圆满了该结的缘，也轻轻放下了该放下的愿。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，觉得生活充满了委屈与焦虑，或者你正在思念一位已经离开的亲人，心里还有化不开的遗憾，请你现在跟着我，轻轻做一个深呼吸，告诉自己，没关系的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一切最终都会过去。把紧握的拳头松开，你的手心才能接住温暖的阳光。相聚就是有缘，佛法说万物皆有磁场。在这个影片的最后，我想邀请荧幕前的你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件积福报的美好小事。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写下一句善言，或者为你的家人、为自己留下一句祈福的话语。你可以简单写下愿家人平安健康，也可以打上一句阿弥陀佛，或是愿众生得离苦。请不要小看这一句短短的留言，当我们每一个点开影片的人都留下一个善念，这个留言区就会汇聚成一个充满着温暖与慈悲的强大正向磁场。这股充满善意的力量，不仅能化解你心中的烦恼，为你带来福报，也能疗愈每一个偶然路过需要安慰的有缘人。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这里是禅语，用佛音平息烦恼，安顿身心。感谢您的耐心陪伴与观看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让您的心灵得到了片刻的宁静，欢迎您轻轻点击关注我们，也期盼您能将这份温暖的善缘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亲友。愿您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。我们下期再会。